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24号，比特币价格又回到$23,000附近，观点还是不变啊。15K、16K 个人抄底的多单是继续选择给我抱住。那不然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聊一下，目前上涨波浪理论处在第几浪的结构，包括它的周线，前面在低档的时候，这一个形态就类似一个塔形底的形态，然后继续井喷出去，它在周线里面的那个牛熊线现在也站上，那有没有可能类似之前狗狗币牛熊线也站上的结构，后面有二浪的回撤？所以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二浪的回撤？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。包括狗狗币昨天开始是跟大家判断，最近有利好的情况下，有没有可能短线会不会爆发出大级别的三浪行情？但是风格是很难猜哦，现在是又压了回来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最近有耐心的朋友，你去观察一下狗狗币盘中到底会不会放量，或者是突破那个矩形的高位。接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ROK 返佣20%。我们先来聊一下比特币长线的整个波浪，因为之前的整个熊市的下跌，有判断可能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 ABC 结束，但是后面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以后，最终是打出了这个低点。那我们就从这个低点开始计算，从周线里面去观察。我个人是这样子理解啊，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从最低点开始，它这个上影线其实就类似一个仙人指路。那这边如果是一浪，回撤的这个低点是二浪，现在是不是在整个大三浪的结构？大三浪的高点其实也并不好判断，有可能我的观点是，就类似之前很多朋友在探讨的一个结构，这样子，它这边是有一个下降楔形，那有没有可能下降楔形会回到这一个起跌位？我估计应该是要突破这个位置啊，因为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几个上涨的目标位，包括这一个高点拉到这个低点，在底部的时候是一直在跟大家讲，你要去防一点，空方的朋友不要去做空，不排除有可能。整波熊市从来没见过在这么低的位置有见过0.382的反弹，所以有可能会不会来一个大级别的反弹？这不是反弹啊，现在已经是反转了，就是有可能去测一下28000，然后去观察一下这整个1、2、3，那这边会不会有一个4浪的回撤，我也不知道，会不会有一个5浪的上涨来到这某一个高位，然后这整个大级别是一个1浪的结构。然后后面看会不会有一个2浪的一个回踩，当然它回踩会这么浅吗？还是说会不会深一点？还是说会不会就横向这样子来震荡？也是不排除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目前有可能是处在更大级别的大1浪结构里面，然后看会不会有一个2浪的回踩。至于回踩的深度要怎么去判断，其实目前不好判断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狗狗币，我前面在底部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过。狗狗币有可能这个是1浪，它后面回下来，那短线有可能会有一个3浪的一个结构，要看它整理的时间，我也不知道它要整理多长，所以一直在判断。前面在底部的时候，当时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狗狗币把这个牛熊线都已经转正了。我当时是在比特币15000、16000的时候，是一直跟大家讲，不排除比特币有这种大级别的1浪的行情，所以现在的一个结构可以明显观察一下。比特币是不是已经类似狗狗币那种井喷的行情？目前还没有1倍哦。你如果从15000去计算，它要有1倍的行情，有没有可能去29000附近，或者是28000会不会突破？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28000的附近。其实现在这2条牛熊线已经站上，你不要去管它，有大级别的下跌一定要给我站在买方，尽量观察一下。如果它再上去这个位置，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区间的压力区？也是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大约是在28000到29000附近。现在的一个浪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利用一个塔形底已经突破了。突破其实前面在跟大家交代的一个买点是20300美金，其实就是周线里面的这一个21MA。那目前上涨的结构，如果我们参考历史上它整个大级别的波动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我的判断是有可能类似这种1浪的上涨，因为后面是有一个回撤，疫情爆发的时候，这是2浪的一个低点，后面是爆发出一个大3浪的一个上涨，最终是有一个5浪的上升。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是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目前从这个低位开始，
它是要走一个大级别的一浪，后面看有没有二浪的回撤。当然，我估计不一定会有这么深的一个大二浪的一个下跌，有可能理想的情况看它会不会压回到类似这种牛熊线附近的时候。现在牛熊线才刚开始启动啊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还会有高点，你尽量观察一下。除了这一个0.382的一个目标位，那有没有可能去36000，从这个高位拉下去到这个低点？大级别的一浪会不会来到36000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。当然中间肯定会有很多的曲折，然后看后面有没有一个二浪的回撤，不一定会类似疫情那一种黑天鹅事件。除非有更大的黑天鹅，是不是美国那边要爆发债务危机？短线是一个利空，那我前面一天的视频是跟大家讲，大长线是一个利好，所以看一下美国有没有这种黑天鹅事件，然后看有没有一个二浪的回撤。那至于短线，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还是这么强势啊？其实我们看形态可以这样子来观察，它整个收盘价以这一根 K 线突破去对待，收盘价是一直收在这一根 K 线收盘的上方，下影线是有下影线，但是收盘一直收在这个上方，说明这种整理是超强势的一个结构。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主力就是沿着这一条10均线的一个通道不断的往上拉升，根本就没有破过这一条10均线，所以现在在震荡的时候，我们这次要去留意一下，它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节点，万一是破了这个10均线，那我的观点是中线你如果要操作，就不要参考这一条10均线来找买点了，有可能下一步看会不会把这一个20的均线也拉到这个高位的位置，到时候看还有没有回撤的低点，要做多就只能等这个位置啊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空方吞噬，这2天也是有跟大家提到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位置，就是这一根。但是好的一点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根下沿的位置，收盘价根本就不想破，所以从日线来观察，4个小时来观察，它也是还在强势整理的结构。那我的观点是，我个人的多单是继续选择报啊，如果它有回撤挖坑，我也是要继续选择报，因为整个趋势其实很明显啊，从周线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，从日线也是一个上升的趋势。那如果要数日线的波浪，也可以这样子来数，这边是不是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这边是不是一个 ABC， 从这个位置开始是不是开启另外一波的3浪，就是这里面是一个1浪、2浪、3浪、4浪，还有没有5浪，或者是这3浪根本就还没有结束，也可以这样子来，会不会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还是说现在在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是不是1、2、3、4、5，也都是不排除啊，因为小级别的浪形数起来确实是很难数。目前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就尽量看它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以震荡为主。至于狗狗币，我们再来聊一下，就这个矩形啊，昨天也是在观察到底有利好的情况下会不会突破这个位置，但是没有突破，你就尽量观察，可能还是以矩形震荡为主吧。就这个矩形时间会不会拉长，至于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它会不会突破，你去观察一下盘中会不会放量，现在感觉是有一点缩量，你再去观察一下有几个支撑位啊，就是这一根大长 K 的大量位置，它这个低点就这一个区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，大约是在0.853的一个位置到0.8519的一个区间，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。如果有压回到这个位置，再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卖点，因为这个位置也是布林线。下一步去观察它要上去吗？必须要上去。如果上不去，我们就观察它如果要继续震荡，4个小时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个下轨的位置，大约就是这个位置，它会每天以一定的速度往上移哦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整个以太坊，其实4个小时也是在压缩，所以我的观点是目前都是在震荡，属于震荡的结构，要操作并不好操作，尽量看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。它现在也是沿着这一个10均线在上升，但是现在感觉要测这个10均线了，那你下一次要找买点，如果它破了这个10均线，可能要找这个20的均线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买点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定我们牛图。